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乌克兰的和平峰会之后呢，王毅跟俄国的外长热线哦，他说，中俄是信得过的好伙伴，他事实证明啊，中俄是信得过、靠得住的好伙伴、好朋友，也会积极来劝和促谈哦。那跟拉夫罗夫有这样的一个通话。另外呢，大陆的这个等于说大陆跟俄罗斯的外长通话之后呢，现在看起来他们是一致反对西方的对抗式的政策哦。那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不正当的方法，在限缩中俄的发展。另外看到这个王毅啊，接下来还是有访美的这个华府重申，期待他的访问。那中国大陆是说啊，参与这个沙国和平的会议其实蛮有成效的哟。这个北京参与这一次的沙国峰会啊，也巩固了一些国际上面的共识哦。所以他们觉得这次虽然国内有一些其他的声音说，你怎么会去参与一个没有俄罗斯的和平峰会哦？但是中国大陆其实很积极的在扮演这样角色，在峰会之后又赶紧跟这个俄罗斯可能就把一些峰会上面的一些共识再传递出去所以中方一直在积极扮演这个促进俄乌和谈的角色，但是呢，美方是不是扮演另外一个反方向的角色呢？我们看看现在目前俄乌和谈看起来，这个俄罗斯讲说这个吉达会议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你没有把俄罗斯的利益考虑进去啊，所以你们的一些可能西方所主张的共识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能会接受的嘛。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和平峰会结束之后，恐怕还是要再等年底那一次下一次的会议才能够达到更具体的共识，但是至少这一次的峰会上头聚集了蛮多全球南方的国家，包含了像是印尼啊、这个墨西哥、上比亚以及埃及甚至还有非常多的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南非也都有参与，所以代表说这已经不全然是那样子，都是以西方意见为主的一个和平峰会了。那我们也看这个布林肯还跟这个乌克兰的外长也在这个峰会之后有一个对话，他说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将会跟乌克兰保持密切的协调。那乌克兰的高官讲说，现在目前的情况下，基辅反对任何的停火的方案。他讲说这个因为只要现在一停火的话，就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取得事实上的胜利我们如果停火下去的话，感觉好像就像投降一样。所以乌克兰讲说，现在目前不接受停火方案，那也很矛盾啦。就是一方面在做一个和平的峰会，一方面又讲说自己不停火，所以现在恐怕还是有些焦灼真的是有待各方在把力量这个注入进来，比方说像是这个金砖国家们把力量投入进来，是不是就有可能让这个和平的曙光出现呢？接下来马上就是金砖峰会要登场，人家讲说这可能会变成一个俄乌和谈的一个关键。习近平也会出席，在8月22号去到南非来参加金砖峰会南非的总统讲到说，习近平会跟他碰面，双方会强化这个双边的关系，也会签署相关的备忘录。俄罗斯的媒体虽然说这次普丁不会去可是他们讲说，这个乌克兰也将会就这个俄罗斯将会就乌克兰的问题，国际会议的结果与金砖的国家来举行磋商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目前金砖国家的参与可能有助于向西方的一些这个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传达一些他们的一些看法，所谓的尝试他们觉得说，可能原本都是用西方观点在看待这个俄乌战争的和谈，那可能没有助于这个和平的进展，所以他们接下来会透过这样的一个金砖的角色来传递这样的一些讯号，让这个和平赶快出现那我们看一下，现在金砖的扩容已经有22国申请，是不是代表全球南方跟全球北方的兴衰更替呢？因为光是看到金砖5国合计起来就有全球26.7%的土地以及41.5%的人口，所以占比非常的高。光是这2个加起来就已经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了。那如果再加上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要扩容要申请进来嘛，包含了像是阿根廷沙国土耳其这些领土大国外加一些人口大国，像是印尼、巴基斯坦、奈及利亚、伊索比亚这些人口大国，恐怕人口加上这个土地的这个整体的影响力，甚至经济的影响力都会超过这个 G7， 让 G7 彻底的称臣吗？所以看起来这个金砖国家未来会在俄乌的和谈上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一次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吉达开的有关俄乌这个战争的和谈会议这个和平会议
那这次中国大陆参加，西方国家其实有一点点吃惊，像德国啊、美国的媒体啊都说，哦呦，中国大陆怎么会参加？因为同样的会议哈，上一次是在这个丹麦举行的时候，中国大陆没有参加，所以这次中国大陆参加以后呢，这个各界都反应都很受到各界的关注啦。那最有趣的就是乌克兰怎么反应。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一次中国派这个特使李辉去参加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而且呢，由于这个沙特能够吸引中国参加，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所以可以说是乌克兰给予中国这次与会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的，你看。这一次这个俄国对于中国大陆的与会也是表示肯定，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双方还有一定共同的立场，这个之后就看出来，这个真的外交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中国大陆外交能够让交战的双方对于他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都可以接受，而且高度评价，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很多国家就说，在开始会想说，哇，中国大陆这次来参加，俄罗斯没有参加，那会不会触怒俄罗斯啊？我觉得这种外交基本上讲的就是沟通。我认为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在与会前或做这个决定前没有跟俄罗斯事先进行深入的沟通，而且也不会在没有与会之前跟乌克兰没有跟乌克兰进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外交的一个例子。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全世界也看在眼里，就是说未来可能俄乌的冲突能够真正同时得到俄乌双方都信任的一个调停者，目前看起来只有中国大陆。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些动作其实我认为都是一些铺陈的前奏，也就是俄乌战争可能要走上谈判桌的一个前奏。因为推动这种会议的是美国基本上他不想让这场战争再打下去。那可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一次泽伦斯基的顾问特别讲说，他们不想停战。那是谁叫他要停战呢？没有人叫他要停战啊，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他幕后没有推力的话，他不会讲这句话。所以他幕后我的推判就是美国已经叫他说你先停火了，可是乌克兰现在不愿意。那不过整个来讲，这个会议从在丹麦开始到这次吉达，美国在后面布这个局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于一场战争本来想要拖垮俄罗斯的，没有想到现在好像变成俄罗斯反而拖住了北约跟美国。那这个情势这个转变之快也超乎我们当时的预期。所以呢，这一些现在的这些活动，我认为都是将来停火甚至和谈的一些前奏，都已经看到了。好，赖老师，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主张要停火，就是俄国跟乌克兰，所以战火会继续打下去。今天是立秋了，秋天开始来了，再过3个月就入冬了。乌克兰冬天来的会比较早一点。我们今年比较担心的是寒冬，极寒。那如果说战争看起来拖到明年的可能性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欧洲跟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改善，他们的能源的缺乏，需求量大量的增加，又会推高能源的价格。一旦推高，物价又往上走了。那欧洲的能源价格往上飙升，美国的石油商当然就把它的石油往欧洲卖，那相对来讲也飙升了国内的石油价。这个对于美国才刚刚希望能够控制好物价的联准会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再升息下去的话，都不知道这个经济会萧条，会衰退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来讲是避免被挑拨。所以会议一结束以后，王毅就跟拉夫罗夫通了电话。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国际的环境跟情势，两国之间都是很珍惜对方跟对方的关系，
所以这个电话就会切断预防其他的国家在中间见缝插针，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出席这个会议？我觉得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是提升沙特在区域间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哥本哈根主办了第一届的和平，完全失败，没有任何成果，中国大陆连出席都不出席，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的会议。而沙特这样的一个主办，中国大陆出席了，沙特已经成功了第一步。第二个有结果了，也就是42个国家都同意这个乌克兰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啊，这样的情形下有了成果，比哥本哈根还要有成果，这个沙特的地位往上攀升。而一个和平的会谈的主办国成功的主办，这个对于沙特在人权方面被这个北欧被美国指责指控，这个对于沙特来讲，它是有很大的国际政治的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沙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好。那所以中国大陆的出席会对于大陆自己本身或是对沙特都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更加的珍惜。这些都不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但是都发生了啊。我想美国一定很苦恼，怎么这个会办成这个样子？然后苏利文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在整个会议中，本来想借由北方的力量压迫南方，要改变他们的立场，然后转向支持北欧啊，支持北约来对抗俄罗斯，结果完全没成功。完全没成功，等于是完全失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现在南方的联盟，南方国家已经比过去有更大的力量跟北方国家说不了。对，所以我觉得北方国家，尤其是北约，他们的影响力急速的衰败。这个在国际间看得很明白。另外一个即将马上要召开的就是金砖5国的会议。习近平这次到南非去，同时也在进行国事访问。按照我对中国大陆的国事访问的了解，那中非的合作计划一定会更多的推出来。这次金砖的扩容中有2个比较值得大家兴趣的地方是在于，原来巴西跟印度这2个国家是反对扩容的。后来巴西马上改变了啊，接着你就看到印度也就赶快改变了。为什么？因为都不想得罪海湾国家这些富有的，也不想得罪阿根廷啊，所以我想，你看这2个国家本来是反对，尤其是印度，马上见风转舵，说我没有反对，我从来没有反对，大家明明白白听得很清楚，就是你反对扩容。好，接着。今年2月的时候啊，大陆提出了对于乌克兰的和平方案，那里面有提及了12点啊。对于这12点呢，乌克兰是这么说的，他说：“没跟我们商量过啊。”但是啊，我必须要在这里提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出生于捷克的文坛大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这一个昆德拉哦，他是怎么样描述1938年英法德意4个国家的所进行的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里面，他讲说，一边是大国，一边是小国，有些国家呢坐在那个会议室里面进行谈判，有些国家呢则坐在前厅里面彻夜谈判，坐在前厅里面彻夜等待的是谁啊？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真正被出卖的这一个国家。所以乌克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啊，以为自己是怎么样。那现在大陆这么好心的用各种的角度提出了各种的方案，应该是收手的时间了啊。我们来看这一次在沙特阿拉伯所进行的这一个和谈啊，虽然俄罗斯没有参加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谈判的过程中，它是在不同结构下面借力使力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4个结构：第一个权力结构，第2个议题结构，第3个成员结构，第4个阵营结构。第一个从权力结构来看，我们看到了除了俄罗斯交战方之外，其他的大国大概都在里面扮演角色啊。那至于说议题结构，当然
这一次所进行的就是停火谈判，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成员结构。刚刚无论是赖老师或者是介大使都已经讲到了，其实他这个成员国有40个国家，然后而且他的阵营最重要的是全球南方，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个俄乌战争啊，那告一段落，已经是那个势在必行了。那也容不得乌克兰继续再打下去，因为北约撑不下去了。好，我们接着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纽约时报》在讲什么呢？美国有一个科技大亨金援数亿美元支持中国大外宣的活动啊。这是纽时最新的爆料说，这一切都是中国全球的大外宣包含了美国这一位科技大亨叫辛汉呐，那现年69岁的科技大亨长这个样子啊。他就讲说，他在芝加哥延伸到上海的金融网络上面他在网络上面大笔的这个资助之下，很多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全世界推广符合中国大陆大外宣的话语权，来捍卫中国。那他现在目前在上海旗下还有一家媒体正在制作一档 YouTube 的节目，然后呢，这个资金呢，就是由上海的宣传部门提供，另外还有2家媒体跟中国大陆的一所大学合作，目的是向世界来传播中国的声音。可是我们这样听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啊，只要你夸奖中国大陆，就是中共同路人吗？就是大外宣吗？你不能只是单纯的就事论事，人家讲得好做得好的地方难道不能夸奖吗？就是这已经是到了一种全球性的这种抗中的这种情绪，已经都不理智了嘛。那我们看看美国他们 CSIS 就讲说，要对付这个中国的政治战美国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团队。这个美国的华府智库 CSIS 就提供说中国政治战的活动全面的分析，警告这个美国还有他的盟友要识别对抗中国的一些政治作战。现在感觉上面好像速度不够快，慢慢拍。那政治战涉及了复杂的间谍活动，还包含了网络行动、摄取假讯息、经济胁迫、针对企业啊、大学呀，还有其他组织的影响力所以美国的智库又讲说，这一定得要专门有一个团队来应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就是一个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不是又再度起来了？因为像是我们节目上面常常引用到的萨克斯也好啊，季辛吉也好啊，甚至常常在为中国大陆讲话的这个马斯克他们言论上面都比较亲中是不是也都要全面被打成这个中国大陆的在地协作者呢？这是不是就是一种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席卷再来？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原本是在美国那边工作，都已经受不了这样子的麦卡锡主义，纷纷的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了，就已经是好像没有用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在看待他们的一些言论或者是一些评论。就像是我们的专家们也是常常讲一下中国大陆这个做得对啊，这个做得好，扣帽子就扣过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不是为了维持霸权现在不择手段。南华早报讲说，现在美国要全方位打压中国大陆为了要维持霸权的地位他们在讲像是什么钢铁基建社交媒体、电动车监视器哪一项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呢？华府在讲，只要是来自中国就会构成威胁啊，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中国威胁论已经无限上纲了，只要是来自中国就会构成威胁。那包含了起重机，这个我们讲的龙门吊也是间谍工具，然后呢，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辆跟 TikTok 都有国安的疑虑，甚至还包含了他们讲华府的行动说不只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军事或是国家安全上的高科技能力而是要阻止中国成为一个高科技国家。这就等于说，其实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嘛。你看到你现在是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地位快要不保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目前紧追上来的中国大陆很怕他超越你，所以看他不顺眼而已嘛。说穿了一句大白话就是这个样
样子。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确现在在电动车的领域已经变成了汽车超级大国，超车了西方的大厂，甚至还有日本的大厂中国大陆上半年汽车出口214万辆，超越了日本，已经变成了全球的龙头。这也比原本预估的时间提前了很多年纯电动车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增加了2.6倍，也占整体的25%。德国的媒体在讲说，哇，这样中国大陆变成了汽车超级大国，超过了日本，超过了德国。那德国专家讲说，接下来搞不好中国连技术都不需要你德国了，你这个100年工业看起来已经被人家短时间就已经弯道超车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光是在电动车的实力已经是让西方大国，不要说美国了啦，可能原本这些德国、日本这些汽柴油车要紧急转型电动车都来不及跟上了。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我们现在在看 YT 上面常常有一些老外，有的是住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老外，他就把他的这些到各地参访看到的这些中国大陆的目前的现状放在那个媒体上，放在那个节目上然后播出来，然后看起来他是蛮客观中立的，而且某些时候也替中国大陆讲话。对，那他们的这些就是说论调出发点就是说，其实西方社会有一点误解中国大陆，或者对中国大陆不了解，所以他们带你去看真的实况。有时候他带你去上海的地铁坐一坐，给你看，说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基建很强，就是辟谣嘛，辟谣。就像前一阵子高铁的事情，有些人就去搭高铁说有靠背，这是同样的事情嘛。同样的事情，对啊。而且看起来这些人都不是说有什么专业背景，或他们就是说一般的这些在中国大陆住，然后求学，然后工作很多年的人，了解会讲很流利的这个中国话的这些老外，然后呢，他们跟这个在地的这个民众沟通都无碍，所以你会信服他，就是他是真正了解中国的，而且他们去的很多地方不只是大城市，还有很多穷乡僻壤，他们也去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像，好像甚至就是比较升级版的旅游节目让你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山川风水跟风土民情。那这些我感觉比较像是这个怎么样？比较像是现在讲的这个科技大亨他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事实上他的一个媒体公司也在做这样的这个看起来就是有计划在做，因为这一类的这些影片是有流量的，而且很多人在看。那我想他如果就是专门在做这一类的，如果说上海市政府的宣传部门他有一些外包的项目，他去拿了这些项目这些来制作这一类影片的话，我想的话，这是一般的各国的政府宣传部门他都做的这种都是正常的一些工作。像我们这个过去有新闻局也是在制作很多介绍台湾的节目，对不对？如果有这些外国公司，我们也跟外国公司合作，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跟 CSIS 美国的这个智库他做的建议是完全不同的。CSIS 讲的是政治作战，他是要美国的政府拿出钱来进行在做作战，而且是一种政治作战。那这种就是真正的，就是说那就是一种出于这种怎么讲刺探或者一种扭曲或恶意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行为中间的差别是非常大。一是政府有意的有政治观点出发的，跟这些民间的出于这些基层的人士这种自发性的，我觉得是差别很大。来问赖老师。其实要搞政治作战，美国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对啊。整个西方的世界，包括 G7 也包括日本在内甚至现在包括了现在的韩国都在内，他们都有一个中央的厨房，这个厨房就在美国。例如说，各位，我想这段时间突然间有一个词出来了，叫做去风险化。哇，那个所有的欧美的领导人。每个人都朗朗上口，都在讲去风险化。然后在前一段时间一直讲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叫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很熟了吧？大家都知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本人在讲，韩国人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
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全球有事。菲律宾也在讲。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词都有个中央厨房，就是美国。美国在制造这些词汇，目的在哪里？在攻击中国大陆。这个就是政治作战，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认知作战，也就是政治作战中的一个部分。认知作战，美国人是老手，美国人也是玩得不亦乐乎，而且美国人会动员他的 G7 的伙伴，全部给我口径一致，步调一致，用的词都不能够有一个字不一样，全部都一样，你看到没有？然后美国一出来，美国的所有的媒体，英国的媒体、法国的媒体、德国的媒体，每一个人都报道了，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方宣传机构，美国有美国之音。德国有德国之声，法国有国际广播电台，英国有 BBC，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国营，然后都对外传播，翻译成为各种文字，然后在海外不断的一方面说自己的好，二方面说对方的坏，而且是想办法把对方说成有多坏，而且用你的文字说你的国家有多坏，这个就是欧美的国家一直在做政治作战嘛。所以政治作战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 CSIS 不要故意装的大惊小怪，您也不差，而且 CSIS 本身也在扮演政治作战的一个功能，它常常也是栽赃、抹黑、攻击、诬陷其他的敌对国，他自己本身也是美国政治作战中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而已嘛，所以不要突然间讲得那么的大声，因为我这段时间中国大陆他们习近平有个主张，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要讲好中国的故事，那中国的很多故事要把它讲好的时候，他想传播，那传播要怎么传播？总不能够只是都用中文在自己的国家传播嘛。既然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不只是中国人听，也希望外国人听。那当然透过各种媒介往外传播，很正常的事嘛。台湾不也常做吗？美国也常做嘛。为什么美国梦？美国梦不也就是美国人的传播吗？编造一个所谓的美国梦，它曾经存在过吗？一个虚幻的东西，因为更多人到美国淘金，结果下场非常的悲惨。可是他塑造的就是那成功的一两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那些沦落在毒品、沦落在性、沦落在被奴役的那些广大的黑工中，从来不会讲。为什么？美国人也要讲好美国人的梦嘛，也要讲好美国人的故事。舰长，我们这么说啊。也就是说，常常有人说啊，小舰长不能留，为什么？因为小舰长看了太多的，大陆的论文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必须要这样讲，这很客观的讲啊。现在拿出来的这资料不是中国的啊，是所谓的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他的资料，他这个资料是去年的，今年呢我还没有找到他有公布啊。他公布的是什么？也就是关于科学技术的指标，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如果说我们在看1998年的时候，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日本，中国嘞还在很后面啊。可是我们看到从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第一名美国，第二名中国。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呢，2020年的时候，第一名是中国，所以意思是什么？中国它在这个技术的投资上面投资了多少的能力？除了人力之外，它还投注了多少资金？而且它不是什么都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看那篇论文那篇探讨里面，它有讲到一些部分啊。我们看到美国它在讲什么？美国讲最多的是医学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婴儿潮慢慢的老化了，所以它需要这个医学。可是我们反观回中国啊，中国这里研究最多是什么？材料科学，研究最多的是什么？是工艺的部分，还有关于物理的方面。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就是大国崛起的真正面貌。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今天如此之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欢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好，赖清德接受了政治道的专访哦，他有提到，他说：“哎呀，中国大陆都是以商逼政呐，这个政策是错误的。台商走入世界，并非要排除中国。”这样一个独家专访哦，讲的好像都是一直在卖人情啊，就是哎呀，我们台商对你有恩呐，就好像中国大陆你要懂得这个知恩图报啊，好像不断的近期以来都一直在消费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呢，好像这个中国大陆就是你理当应该要好好珍惜我们台商。那当然，中国大陆的确对台商也是很不错啊。他就讲什么呢？他说中国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哦，目前对台政策是错误的，那些对台啊文攻武吓都是错的，不符合他的利益，也不希望看到以商逼政哦。那对于中国已经在那边投资的台商呢，那我们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离开中国这个工厂或是这个市场啊。那我们真的退一万步说，你真的叫他们离开，台商会离开吗？就不要讲的好像一副那种，哎呦，我们就是施予恩惠，我们准许批准让台商去哦，那你叫他们回来嘛？你看看台商几个会理你嘛？就是不要讲成这样子。然后而且民进党那么多人也是，郑运鹏以前不是也是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吗？那讲成这个样子哈，再来我们看看赖清德讲说，从未想过要与中国为敌，两岸应该要成为朋友。他说，没有主权的和平不算真和平哦，两岸的定海神针。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在讲定海神针，因为这个。韩国瑜讲定海神针是9·2共识，但是他讲说没有哦，定海神针是民主。他说从来没有想过跟中国为敌，两岸应该成为彼此的朋友。台湾也乐见中国人享受民主自由的幸福哦。那这个是他目前最新的一个两岸的论述。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柯文哲今天科办也特别大动作的开记者会，因为大家都在聚焦823嘛，823那一天可能包含了像是郭台铭或是柯文哲都会有一些两岸上面的一些论述，可是呢，现在传出柯文哲不去金门了，他告知郭正颖说他要选到底。那这个时间点也挺敏感的，因为今天是这个郭台铭要发表新书嘛，就现在此时此刻3点钟，可能正在新书发表会，大家也在聚焦说，郭台铭会不会有相关的宣布？等会儿有任何新消息，我们会随时插播进来哦。那他讲说，因为郭台铭至今没有放弃要并购民众党，所以不断透过地方人士在接触柯文哲跟幕僚，所以柯阵营决定823不去金门跟郭台铭同台啦，避免活动失焦。那侯友宜最新的一个论述呢，也是在昨天哦，他就是去到了云林这个勘察养殖渔业，他讲说两岸要和平，国家要安全，才有稳定的环境跟市场。那再来，今天有一场活动叫做凯达格兰论坛。那以往大家都讲说，这个凯达格兰论坛就是比较抗中或者是台独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哦。所以我们看麻生太郎也去参加这个活动了。他提到一句话很关键。他说，嚇阻力不是只有防卫力量，必须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就等于跟台湾喊话，我们要有准备要打仗啦，要有心理准备啊。麻生太郎带来这边这一句话哦，他说面对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文攻武吓势力扩张，建议台湾要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啊，希望世界盟国帮助印太和平以及民主的发展。所以呢，他还讲说，美日都应该要展现为台湾而战的决心哦，就不光是台湾自己要打仗，美日都要来参战了哟！现在台海战争一触即发了嘛？被这个麻生太郎这样一讲，感觉更加的紧张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新消息哦，是华邮的报道讲说，2020年的秋天哦，美国的国安局发现到，中国大陆他们的军事骇客渗入了日本的国防系统，还大肆搜刮了战略计划、军事能力，还有一些这种机密的情报，事态严重，令国安局长兼美国的网络司令部的司令在第一时间要冲到东京哦，来跟日本说这样的情况。所以美国的官员甚至还回忆说，这个情况很糟糕，很吓人的糟糕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在南海这边其实同样也蛮紧张的哦。昨天有这样的一段画面公布出来，是这个菲律宾跟大陆的海警船所谓的第一视角片，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好，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从菲律宾的船只上面拍摄到大陆的海警船，然后对着自己的船只，就是因为这个海巡队他们这个被大陆的海警拦截，所以这个大陆的海警就发射水炮炮袭的这个第一视角。那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就表示说，这个菲国的外交部将会在今天召见大陆的驻菲律宾大使，并且提出口头的照会所以看起来现在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大陆之间也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更加的紧张了。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仁爱礁的主权争议再起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局也喊话菲律宾，就讲说要拖走坐滩的军舰，那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就说力挺菲律宾，这是合法的海洋活动啊。中方就立刻斥责，就美方这是为菲律宾挑衅的行为站台背书中方坚决反对。那甚至中方还讲说，水炮攻击只是警告嘛，拿下仁爱礁其实不是中国大陆现阶段的目标就是中方希望菲律宾能够认识到，美军不仅难以协防南海，还有可能将菲律宾拉入台海的危机的可能性水炮驱离只是警告，仁爱礁不是目的地，阻止小马可仕无限靠向美国才是当务之急啊！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台积电也是问题一直传出来台积电现在还要自己吞下缺陷的成本，苹果的新的 iPhone 呢，将要让台积电来自行吸收生产 A17 晶片缺陷产品的成本，所以现在感觉上面好像美国对台积电真的是欲取欲求啊。那德国的媒体讲说，台积电打算在德国设厂，德国政府出资50亿欧元，现在好像各国都得要自己，然后吸引台积电过来设厂，然后降低一些这种危险成本。我们台积电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我们的山这个愚公移山，慢慢的都已经被分散掉了。那可是刘德英就在讲就不要再用细盾这种说法来灌在台积电的头上了。他说，中国大陆不会因为半导体而入侵台湾，也不会因为半导体而不入侵台湾所以台积电并不是这个护国神山，也不要再当作细盾了。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这个赖清德可能对两岸政策，这个民进党政府两岸政策他不太了解其实他讲说，这个他们一直没有民进党蔡英文一直没有这个要我们的台商离开中国大陆这个市场。那请问一下，蔡英文一上任推的新南向政策是什么意思？新南向政策编列了大批的预算，很多都浪费掉了。基本上是怎么样？就希望把大陆的台商，还有将来台湾的台商对外的投资方向，不要去中国大陆，而是往中南半岛的国家去。这个已经推行了，蔡英文一上任就推所以这个政策就是表示不希望台商去中国大陆那这个政策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他在执行的时候那种浪费那种根本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的这种措施大把钱花下去还是没有用。所以呢，我不晓得赖清德讲这个对方会不会相信，起码我知道这个蔡英文这个政府的这个希望我们台商对外的投资取向从来中国大陆都是最后的一个地方，那还要经过审核。那这个投审会对这些审核案的话，都抓得很准，都抓得很紧的。那对于其他地方的投资呢，倒是比较松。这些我想这不是说他在外面这样喊话我想就好像就变成事实一样。而且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台商去大陆投资设厂的从来都不是被强迫去的，也不是台湾的政府的鼓励。而是那个市场的因素过去的，跟这个政府的作为是反方向的所以赖清德讲这些，现在要选举了，讲这些话，谁会信呢？你这个台独的金孙，你就说你讲了这一些话，你以为别人都不记得你过去的言行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你就会带来好处吗？其实赖清德就是想要洗白自己，因为大家现在知道。赖清德如果真正给他当选的话，中国大陆对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且会因为他的原因给台湾招致两岸的紧张，甚至兵戎相见，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因为他现在想要谋的职位是我们这边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是一个主张台独的最高领导人，我想反对台独，中国大陆反对台独也不是今天开始反对的，也不是明天就不反对的，他会一直反对下去。赖清德是有史以来台湾在执行总领导人选举的时候第一个明确主张台独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他是带有极大的危险性的。那对台湾这块土地，对我们台湾的老百姓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讯号。那他如果真的让他当选，真的两岸很多人都觉得很不乐观，因为这样子一个主张台独的，不会因为他现在选举讲几句话，人家就会相信他，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只是在国内要骗一点选票而已。那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真心诚意的。第二个，麻生太郎，我要请他记住，他是一个客人，他没有跑到人家家里来鼓吹战争、贩卖战争。对，这个是一个外国人没有这样的资格在台湾讲这些话的，这是严重的滥用他作为一个客人的一个地位的。他不懂得礼貌，他不懂得分寸，他的傲慢跟他的这种任性，这种暴走的行为，我们不追究他，可是谁邀请他的来？要给我们台湾社会一个说法，谁邀请一个日本的政客跑到台湾来贩卖战争的？请问这些话他敢在日本讲吗？在日本不敢讲的话，来台湾讲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美国跟日本的一些可能前官员们都很喜欢对台湾指手画脚，动不动就叫我们上战场买这个枪然后人什么 AK-47都是这个样子赖老师，美国的政客高官来台湾鼓吹战争，日本的政客高官也来台湾鼓吹战争。特别是日本尤其是这个自民党的他们的很多的前辈他们的先祖曾经都侵略过台湾，到台湾屠杀几十万的台湾人，到台湾屠杀几十万的台湾人，殖民台湾，然后用压榨、暴力、恐吓，然后不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日本政府在台湾殖民了50年，他的后代胆敢跑到台湾来鼓吹战争，可恶至极，这种人不受欢迎，邀请他的更是台湾的罪人，台湾的叛徒。谁邀请他们来，谁就是台湾的叛徒。赖清德，你现在是不是公然的跟你的李登辉、跟你的蔡英文唱反调、叫板？你要直接说明白，为什么？南向政策是李登辉提出来的，就是要台商离开大陆到东南亚去。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提出来的，也是要台商离开大陆到这个东南亚去，这都是你们民进党的。那你是不是现在直接跟蔡英文跟这个李登辉叫板，说我们没有鼓励台商离开大陆，你这个胡说八道？你应该先去告诉蔡英文说你胡说八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做？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问题是，不要把台商到大陆去投资说成是给大陆恩惠，不是这样子。第一个，台商有几波的出走潮，一个是当台湾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人事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劳力密集、传统高耗能的，那个时候在赵耀东说是夕阳产业的，很多的工厂，它已经在台湾活不下去了，他们跑到大陆去，到东莞去，在东莞用它的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高耗能、高污染的这些产业到大陆去活下来，所以不要把自己吹嘘的很厉害，就是去活下来。第二波是美国对台湾祭出301法案，造成台湾很多的工厂，因为301法案对台湾的限制太严了，很多的工厂被迫离家出走，跑到大陆去。第三个，像鸿海之类的高科技厂，为什么到大陆去？就是因为要寻求更大的发展。今天鸿海如果没有到大陆成立富士康，会有今天的这么庞大的事业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双赢两利的事情，不要变成好像是台湾给大陆恩惠，不是这样，是两边都有好处，两边都有发展。可是以现在中国大陆来说，它对于台商
跟对于外商，他对台商特别好，这是不争的事实。外商没有那么的方便，台商自由出入，不用签证。你现在看看日本人到大陆去要不要签证？新加坡人就有15天的免签，台湾人随便你去，随便你住，随便你做生意。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给台湾的商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环境跟空间，所以不要睁眼说瞎话。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要选总统的人，不要睁眼说瞎话。县长。我们现在在看南海的问题啊，我们必须先看清楚，在大陆它的那个有关于这些南海执法体系的完成啊，我们先看到啊，在2021年的2月1号，它先通过了海警法，然后在今年的5月15号开始执行所谓的海警法的施行细则，也就是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式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其实也就是现在要如何处理在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3号的这个问题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啊，在7月1号的时候，有个对外关系法，也就是抓紧了这个海警法以及相关施行细则的一个执行。那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个仁爱礁如此的重要啊？仁爱礁的位置呢，其实它就在美济礁的东边。那在美济礁的东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在南海这边啊，最重要的就是楚碧、永暑、美济这3个岛礁。这3个岛礁确保了什么？就是确保了有那个大陆在南海它的一个管辖以及执法。那如果说现在仁爱礁出现了破口，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它造成的情况，也就是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透过这个巴拉望岛南边的巴拉巴克海峡，以及透过这个明多禄海峡进入到菲律宾的水域，然后再到了菲律宾东部的菲律宾海哦。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所谓的佛德雷水道啊，现在那个美军的航空母舰几乎都走这条路。那这一个仁爱礁，它如果说现在那个没有办法透过和平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拿回来的话，事实上来讲就会变成一个破口啊。那解放军的船到底有多少呢？其实今天刚刚才公布的一个数据啊，他讲到了世界现在军事战舰名录，他谈到了美军是第1名，可是它里面它不是用数量而已，它用了质量来讨论。这个质量里面呢，它讨论了什么？它其实讨论到说，美军它的船舰的平均的年龄是23.3，那解放军呢？解放军只有13.8，几乎小了10年哦。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南海所看到的，只有那个中国海警还没看到海军。那如果看到海军的话，因为这3个岛礁它的港口都可以停泊军舰，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